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要选择打拳养家。各位拳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林说格斗。今天我们要看的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女子踢拳比赛。本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日本的菅原美优，以及同样来自日本的宫崎小雪。场上这位穿着黑色竞技服的就是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菅原美优，而对面则是宫崎小雪。对于这两位选手，想必不用小编过多介绍，各位观众肯定也是非常熟悉。这个红方选手菅原美优是第2代 K1 的女子原子量级踢拳冠军，而对面的蓝方选手宫崎小雪则是拿到过 RACE 的第2代女子羽量级踢拳冠军。所以说这场比赛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仅是一场美女之争，同时也是冠军与冠军的对决。从场面上来看，这个红方选手菅原美优在身高臂展这两方面应该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同时她的比赛经验也要比这个宫崎小雪丰富很多。这个其实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红方选手菅原美优她的年龄要比蓝方选手宫崎小雪大了6岁，而且职业生涯开始的时间也要比她早了将近5年之久。这场比赛在赛前它的看点还是非常多，首先就是这两位选手长得都是非常漂亮，正如我们所见，身材也是非常的出众。另外他们两个是代表着不同的组织，这个红方选手是代表着 K1， 他是 K1 的冠军，而对面的蓝方选手则是 RACE 他的冠军选手。第一回合时间过半，我们看到双方其实并没有进行过多试探，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两个人在日本是比较出名的女子格斗运动员，所以说他们在赛前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虽然说是第一次交手，但是对于彼此并不陌生。刚才红方选手一个非常漂亮的腿法，把蓝方选手放倒在地。当然了，那个动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伤害。第一回合还剩20秒。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他们在格斗方面的推广以及运营，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首先，他们的赛前宣传以及推广这方面做的是非常扎实。另外的话，他们对于比赛的看点营造也是非常有一套。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它的看点就非常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两个人都是美女，然后第二个是不同的组织去对抗。进入第2回合之后，蓝方选手宫崎小雪是加快了进攻节奏，因为在第1回合其实双方并没有说某个人占据非常明显的优势。漂亮，一套组合拳来自红方选手菅原美优。不得不说菅原美优这个身材真的是太棒了。其实关于这种不同组织之间的对抗，日本也是搞了好几个。首先是 K1 对阵这个 RACE， 另外他们和那个 KO 联赛也是举办过一场联盟赛。
当然了，关于新 K1，我们中国也是接连拿到了3条腰带，首先是妖刀魏睿，接下来是刘策以及欧阳锋等等。当然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的格斗事业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第3回合，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宫崎小雪她在打击力度方面还是要比红方选手稍微强一点啊。当然了，红方选手菅原美优她的身高臂展优势非常明显，所以说在打击的数量方面，要是领先于蓝方选手宫崎小雪。红方选手身高将近1.7米，体重只有45公斤，这个身材真的是太棒了。双方的体能还是非常充沛。我们看到，从第1回合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输出频率，但是两人丝毫没有看到有疲倦的迹象，这一点还是非常难得。漂亮！转身的边拳，在进攻手段方面，红方选手菅原美优也是更为丰富。漂亮！啊，这一拳打得非常准。30秒。刚才这个红方选手向裁判示意说打到了后脑勺，其实这个也是无意的动作。继续想尝试转身动作，但是距离不够。10秒。双方打满3个回合，看一下裁判的裁定之后是平局，需要加赛1局。这个是加时赛，加时赛同样是3分钟。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双方在前3个回合的争斗就归零。当然了，我感觉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因为在场面上来看，前3个回合判定红方选手获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争议，但是赛事方可能还是考虑到比赛的观赏性，然后又打了一场加时赛。这个红方选手宫崎小雪不好意思，口误。红方选手菅原美优，他的这个毛病还是挺危险，转身动作他的预判有点大，很容易让对手发现自己想要干什么。那这样的话，对手肯定有防备，然后也容易遭到重击。进入内围之后，蓝方选手宫崎小雪，她的冲击力还是更强一点。
现在加时赛时间已经过半。双方短兵相接。在绝对力量方面，宫崎小雪还是要比红方选手稍微强一点。漂亮的扫踢。红方选手菅原美优，她的体能应该是出了点问题。漂亮。又是一个转身，在体能不足的时候，其实这种动作还是要少做为好。再来一次，因为这个预判确实太明显了。20秒。如果这样看的话，蓝方选手宫崎小雪她的表现还是要明显好于这个红方选手。全场比赛结束，通过裁判判定，蓝方选手宫崎小雪凭借点数击败了红方选手菅原美优。好了，今天的比赛就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欢迎点赞关注大林带你看格斗聊比赛。